大家好，这是一个浮球开关，它呢是放在我们的排污井当中，来控制我们的排污泵电机的。浮球开关顾名思义，既是一个浮球，里面还有开关。当排污井中的水位高的时候，浮球呢就处于这种状态。浮球的内部有一个钢珠，会压住内部的开关，使开关闭合，来控制排污泵电机的接触器，达到一个自动启泵的目的。当排污泵抽水到一定的水位，浮球呢也随之下降。当低于浮球的水平位置的时候，里面的钢球就会滚动，然后呢释放里面的开关，排污泵呢就会自动的停止。这个浮球开关呢是一个坏的，无论这个浮球处于什么位置，它里面的开关都不能接通了。浮球开关呢出来3颗线，一个公共线，一组长开出点，一组长闭出点。现在我们量这3颗线都是不通的，这种故障呢有可能是这个线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浮球内部开关的问题。根据经验判断，即使是线的问题，也是在浮球的根部，这个线呢来回折，容易折断。由于这个浮球开关控制的是220伏的接触器，因此呢我们更换了一组新的浮球开关。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浮球开关打开，看看内部是一种什么情况。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。我们打开以后看见这个钢球，就是这个钢球随着水漂的上升，然后靠重力来压住底下这个开关，使长开触点闭合，从而启动排污泵。当然这个浮球开关也可以控制进水的水泵，把它放在进水池中，水位低的时候呢启动水泵，然后到达一定水位之后停止水泵。当然它的接线方法和排污泵的接线方法正好相反，排污泵呢接公共端和长开端，而接进水泵的时候接公共端和长闭。既然我们打开了，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开关，最底下这一个是公共端，上面这2个一个是长开，一个是长闭，我们测量的时候都是没有反应，说明里头的这个小开关已经损坏了。正常情况下这2个一个是通的，一个是不通的。然后呢我们搬动这个开关，不通的变通了，通的呢就不通了，长开的呢闭合了，长闭的呢打开了，就靠这个原理来控制我们的电机。这种小开关一般情况下都是里面打火碳化造成的接触不好，反正呢也是个坏的了，我们就不去管它了。